很快，狱警便将叶晨带到了他被分配的8号牢房门口。原本里面的犯人正嘻嘻哈哈乱作一团，狱警隔着门喊了一声，所有的犯人便都老老实实的在牢房中央列队站好。门口等候的2名狱警在隔着铁栏杆核对好人数之后，才用对讲机通知同事将栅栏门打开。随后2人先进去检查一番，确认没有问题之后，才对后面带着叶晨的狱警授意。那狱警便推了叶晨一把，将叶晨带进了牢房。一进牢房，叶晨就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，体臭、脚臭混合着被褥的臭味，再加上厕所的味道，令人作呕。叶晨刚进去，便忍不住皱紧眉头。不过里面的犯人倒是一点也不在意里面污浊的气味。其中一个浑身肌肉、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子嘛，见叶晨一脸厌恶，甚至还忍不住笑着调侃：“哇，我们的亚洲美人似乎对我们这里的卫生条件不太满意。”周围一帮人顿时轰然大笑，其中一个身材消瘦的黑人猥琐地笑道：“老大，这人看着细皮嫩肉的，应该对你的胃口。”肌肉男哈哈笑道：“我会让他尽快适应我的体臭，还有我的小老弟。”众人更是哄笑出声。叶晨皱眉看了那肌肉男一眼，10000种折磨他的办法瞬间在脑海中闪过。而那肌肉男见叶晨看向他，还故意朝着叶晨挑了挑眉，一脸的猥琐与戏谑。此时为首的狱警开口介绍叶晨道：“这个是你们的新室友，以后就睡16号床。”说罢，他又看向那肌肉男，提醒道：“迪恩，你最好还是收敛一点，上次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，你已经惹出好几次这样的麻烦了。”狗屎！那肌肉男撇嘴道：“我不过就是搞了那小子几次，本来是带给他快乐的，可他自己想不开，非要自杀，这还能怪到我头上吗？”就是，有犯人笑着附和道：“老大宠幸他，那是他的福气，有什么好想不开的？”说着，他嘿嘿一笑，问那狱警：“长官，那小子死了吗？”“这个还好，还没死，目前仍在抢救。”狱警黑着脸道：“不过他能不能活下来目前还不清楚，所以你们最近不要再给我惹事了。”说着，他看了叶晨一眼，对那个叫迪恩的肌肉男道：“有些事情不是不可以做，只是还要把握一下尺度，不要再给我们惹麻烦。”肌肉男嘿嘿笑道：“放心放心，我会把握好尺度的。”狱警点点头，随后也没再搭理叶晨，带着另外2名狱警转身便走了出去。随后栅栏门自动关闭，原本还在列队的10几人瞬间也都松散了下来。那个名叫迪恩的肌肉男看着叶晨，冷笑着说道：“新来的，我跟你说一下这间牢房的规矩。”叶晨没理他，径直走向自己的16号床。迪恩见叶晨没理他，顿时有些恼羞成怒，立刻冲上来，住住叶晨的衣领，握紧拳头，冲着叶晨比划道：“小子，我他妈跟你说话呢，你他妈听不懂话吗？”叶晨皱了皱眉，冷声道：“你的嘴巴真的臭，身上也臭，整个牢房都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味道。看来这间牢房的卫生是要好好抓一抓了。”说着，叶晨将他的手推开，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床铺。迪恩没想到叶晨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，心里多少也有几分疑惑，担心叶晨有点什么自己惹不起的背景，于是便踩在叶晨床上，冷声问道：“小子，你他妈胆子真不小，什么来头？报一下吧。你要是能说出点名目来，我可以给你个面子，但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”叶晨看着他脏兮兮的脚，在自己的床上留了个鞋印，冷冷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来头，不过就是个被移民局抓到的非法移民。
你不需要给我面子，我也不会给你面子。现在你把你的脏脚给我拿开，再把脚印给我擦干净。迪恩整个人瞬间一怔，在这间牢房，谁不得对自己毕恭毕敬？平日里，自己想打谁就打谁，想睡谁就睡谁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、细皮嫩肉的亚洲人，竟然敢在浑身肌肉的自己面前大放厥词。其他人也没想到叶晨这个新来的竟然这么勇，敢这么跟牢房的老大说话，一个个都是又震惊又好奇，想看看迪恩会怎么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要知道，迪恩是标准的美式肌肉男，块头大，力量大，所以在监狱里这种拳头硬碰硬的地方，他的武力值相对也很高。在这间牢房里，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，而且整个牢房不算叶晨一共15个人，其中7、8个都是迪恩的小弟，剩下的对迪恩也是非常忌惮，根本不敢惹他。此时迪恩一脸恼怒地咬着牙道：小子，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来的是什么地方，我告诉你，在这里一切都是我迪恩说了算。我让你站着，你就不能坐着；我让你趴着，你就不能躺着；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；我让你吃什么，你就得吃什么；我让你吞什么，你就得吞什么。否则的话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叶晨见他说话时除了一脸的威胁，还带着十足的猥琐，面无表情地问他：你是同性恋？迪恩将拳头握得咯咯直响，老子不是同性恋，但是在这里，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家伙给老子服务。叶晨点点头，想让我给你服务是吧？具体都是什么服务？来跟我说说看。迪恩狞笑一声，说道：说没什么意思，不如我带你去卫生间，一点点教给你，让你直接实操一番。哇哦！一众人纷纷喝起彩来，有人甚至兴奋不已地说道：老大，天还没黑你就要爽一把了，等你爽完能不能也让我爽爽？迪恩哼笑道：让我先替大家验验货，等我爽完了，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进去爽个够。说着他黑下脸来，看着叶晨冷冷道：跟我去卫生间。叶晨点点头，指着他踩在自己床上的脚，淡淡道：鞋印的账一会再跟你算。说罢，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先一步朝着卫生间走去。迪恩哼哼一笑，对周围看热闹的人说道：有性格，我喜欢，你们在外面等着，谁都不许偷看，不然的话，我把他脑袋拧下来。众人一阵笑眯眯的连连点头，随后那迪恩便也朝着卫生间走了进去。一进卫生间，他便关上了门便，一脸淫笑地对叶晨说道：自从上次那小子自杀，有日子没遇到你这么细皮嫩肉的了。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，在布鲁克林我可以让你横着走，可你要是不听话，我会让你在这里的每1秒钟都生不如死。叶晨看着他，捂着鼻子质问：你他妈嘴巴怎么这么臭？听你说话都他妈熏眼睛，平时不刷牙吗？操！迪恩见叶晨讥讽自己，立刻骂道：你他妈嫌老子嘴巴臭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其他地方更臭，一会就塞到你嘴里，让你好好尝尝。说罢，他伸手解开自己裤子上的系带，狞笑道：小子，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，教你怎么才能在布鲁克林监狱活下来。上课，叶晨冷笑道：那不如我先给你上节课，上一节卫生课。说罢，叶晨的右手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大拇指用力按着他的喉结，几乎要将他的喉结捏碎。迪恩没想到瘦弱的叶晨竟然率先对自己发难，更没想到叶晨看似一点肌肉都没有的手臂，
竟然力大无穷。被他掐住脖子，自己大脑仿佛都在瞬间缺氧，脖子剧痛，痛到身体使不上半点力气。他是练了多年健身的，而且一直健身的方向都是力量，完全是朝着大力士的方向发展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肢体力量在整个布鲁克林监狱也能排进前5，怎么会被一个瘦弱的亚洲男性碾压？脖子剧痛的他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让叶晨的手指松开哪怕分毫，整个人也完全喘不进半分空气，脸很快就憋得乌青发紫。他想求饶，却根本说不出话。看向叶晨的眼神从先前的轻蔑和猥琐，已经完全变成了深深的恐惧。叶晨看着他惊恐无比的样子，冷笑道：“说你嘴巴臭，你还不服气？一看就是从小就不爱刷牙，长大了更是又脏又懒。来，我来教教你，像你这种臭嘴应该怎么刷。”说罢，叶晨的左手拿过马桶边的马桶刷，右手捏开他的嘴，直接将那脏兮兮的马桶刷径直塞进他的嘴里。别看迪恩块头很大，一块胸肌都恨不得比成年人的脑袋还大上1圈，但这货的嘴巴相比起来还真是不怎么大。当那粗壮且布满坚硬毛刺的马桶刷硬生生被叶晨塞进他嘴里的时候，他的两侧嘴角登时便被撑开2条血淋淋的口子。迪恩顿时疼得浑身发抖，但叶晨却丝毫没有怜悯，手上一用力，便将整个马桶刷的刷头全都塞进了迪恩的嘴里。随后他如刷马桶一般用力地刷了几下，顿时便刷得迪恩满嘴不停地往外流血。迪恩感觉整个口腔和嗓子都疼得要死，那坚硬的塑料刷毛已经把他嘴里刷出了无数道血淋淋的伤口，他整个人几乎崩溃，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。他想通过拼命的呜咽来吸引门外的小弟们注意，让他们进来解救自己，可是卫生间的门已经被自己关上，自己嘴巴被马桶刷塞满，喉咙被叶晨用手指死死掐着，就算拼了命的呜咽，也不过如吃奶的小猫一般微弱，根本无法被外面的人听到。求救无望的迪恩只能艰难地将双手举到头顶，一脸悲惨地用眼神向叶晨祈求。叶晨暂时停下手中动作，将马桶刷留在他的嘴里，冷笑着问他：“你刚才不是还要教我怎么在布鲁克林生存的吗？怎么现在反倒哭得像个娘们儿？对得起你这一身肌肉吗？”迪恩说不出话，也顾不得叶晨的羞辱，更控制不住决堤的眼泪，只能用更加卑微的眼神看向叶晨，希望叶晨能手下留情。叶晨却对他没有半分同情，将那马桶刷又往深处捅了捅，反问他：“你刚才还说什么来着？要把什么东西塞到什么地方？”迪恩吓得连连摇头，叶晨却继续说道：“约，不承认是吧？好，你不是好那一口吗？不如我帮你把这马桶刷塞到你后面，让你彻底爽个够。”迪恩只感觉五雷轰顶，他见叶晨一脸肃杀冷酷，完全不像是在恐吓自己，整个人吓得连连颤抖，生怕叶晨真的这么做。于是他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举在头顶，不断用手势向叶晨求饶。叶晨看着他恐惧至极的样子，好奇地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怕了？”迪恩连连用力点头，将眼泪甩得到处都是。叶晨手腕一拧，将马桶刷在他嘴里又拧了一圈，一股股鲜血掺杂着口水，接连不断地顺着他的两边嘴角往下流。迪恩的内心在此刻已然彻底崩溃，眼看迪恩疼的每一根血管都在狂跳不止，内心也已经崩塌。可叶晨并不准备放过他，而是冷酷至极地说道：“你给我记住，只要我还看你不爽，你害怕也没用，求饶也没用，
我会像你以前欺凌弱小时一样，随机的、即兴的、没理由的不断打击你，不断摧残你，直到你彻底消亡。